确实是新奇的体验。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我也有个困扰我的疑惑，希望能得到稽查官小姐的解答。据我所知，稽查局想要申请执政官员的调查令，要走的流程并不算简单。我很好奇，不惜这么大费周章也要把我关起来的人，究竟是谁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因为知道是你？你说的贿赂，是指前天傍晚，某位稽查官邀请我去他家私谈的时候吗？所以把我扣留在这里，就是你的目的？这么说，你打算在舆论平息前，一直把我关在这里？不介意，我就把现在当成是难得的休息了。我想稽查官小姐应该也不会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吧。你的要求，我从来都不会拒绝。门锁没有落灰，近期有人来过这里。看来我们没有找错地方。出了稽查局的范围，稽查官小姐就开始仗势欺人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你觉得我要干嘛？第一次看到快要翘上天的鼻子，忍不住好奇了一下。要搭把手吗？怎么，太久没见面，连我的能力都忘了？准备好，我拉你上来。把手给我。几岁都能带你飞。
止效胶囊使用报告。是因为查出非法实验违规药物被查封了。当时查封的拟案申请是我审批的。也可能是他们没有对症下药。我想这个几率可能变大了。看你的样子，是查出什么线索了？所以你这是打算乔装打扮，勇闯黑市，亲自调查？过奖了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问问你，不会打算把这些东西都带去吧？比如，你准备这个的打算是？相对于审讯，我在谈判上的经验会更多一些。真想学？我想想，普通的人首先要建立起信任感，让他们更容易敞开心扉。遇上极端一点，就施压和诱导。想要套出一个人的真话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引导对方走进一个有利于你的预设环境。在举例子之前，我们先说说这盘被你偷吃的草莓吧。明白了，引导让对方误解后犯错，进入了你给他预设的环境。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质疑。一般的人被兴师问罪后，都会下意识地为自己辩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稍微给点压力，对方很容易就会说实话。当然，有的时候过于明显的陷阱，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目的。比如，这些草莓再过几天就要不好吃了，所以我急需有一个人帮我赶快吃掉。好了，下一周小课堂结。这样，我们就是共犯了。
想要知道一个人的信息，方法有很多，而且我只是不方便露面，不是与外界断联。那以后是不是得换你罩着我了？走吧，不是要问问题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那你呢？恐吓起人来也不遑多让，算我的帮凶。不过我看你不仅一点也不害怕，似乎还配合得很开心。你用起我的能力倒是轻车熟路。那看来我得谢谢自己，又多了一个能让日理万机的稽查官想起我的理由。我知道。怎么了？有吗？我觉得还和以前一样啊。不还是那个一想去高处就来找我帮忙的小姑娘吗？也不知道是谁小时候总是喜欢爬到瞭望塔顶上看夕阳，却因为身高不够爬不上去，每次都要我帮忙，之后又还想掩盖证据。嘘，有人来了。我哥哥更厉害，我哥哥才更厉害，我哥哥敢半夜一个人去洗手间，我哥哥敢吃蟑螂，我哥吃的比你哥多，一顿20个。姐姐，你觉得谁的哥哥最厉害？
外面这么冷，怎么直接来找我了？求之不得。你和这群孩子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在比谁的哥哥最厉害。你觉得呢？是吗？你的哥哥怎么了？小小年纪这么记仇。好了，这些账多一笔笔回家算去，我保证不狡辩。是说每到这个季节，让我把落下的枯叶卷到天上，给你表演下落叶雨吗？那现在呢？现在的下一周，还和以前一样，能让你觉得幸福吗？对我来说，让我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变过。看来你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来了解我。如果对症下药的话，我或许比你想象的更好说话呢。我这算是自投罗网吗？为什么站这么远？是我让你感到害怕了。不用那么大费周章，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想到一个我们共同的秘密，我们一起写过给未来对方的信，把它埋在了一个时空胶囊里。你拜托我，把它放到一个绝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毕竟都埋到下城区那个最深的地下树井里了。不用那么大费周章，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大概是想要做和你现在对我做的一样的事情。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，我也会陪着你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
你一叫我的名字，我就会出现。这次又是什么新的小玩意儿？看来是更危险的恶作剧。你真是……不好奇我闻到了什么？还是说，你已经知道答案？好啊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想要看我撒娇也行，但需要你的配合。来，靠近点。这就是我的撒娇方式。撒娇的本质是想要引起关注。你看，我的目的不是达到了吗？这是4条可爱的小尾巴。一个缺了颗牙还在吃苹果，一个手里举着玩具枪，一个让我不要干扰他办案，还有一个正在问我看到了什么。准确的来说，是从小到大不同时期的你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记录仪。不用担心，表面上它是一份心理测试，实际上却是一份犯罪心理测试。怎么，对你哥哥就这么没有信心？分数高的可不一定是罪犯，也可能是以罪犯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出题人。你看上去倒是不怎么害怕，不担心朝夕相处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。当然不会，保护妹妹可是哥哥的天职。